为了不打扰这半座山的小神仙们看热闹，我们还是稍作隐蔽吧。哦。墨渊上神，方才领头的是墨渊上神。恭迎墨渊上神重回昆仑虚。弟子恭迎师父。为师让你们久等了。 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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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父！紫兰前些日子传来消息，到昆仑虚龙气大盛，终生长眠。虽不知是何征兆，我们师兄弟连夜赶回来。虽然我们不知道师父何时会回来，但我们心里都明白，师父要重回昆仑虚。后来。 我在东海得知师父借我大哥的仙体养护元神，虽服丹药，本想怎么也要3个月。今日在大殿内觉察到您在山门外徘徊的仙气，我们便匆匆赶来，却终是没能够赶上，在山门外迎接您。师父，您走了7万年，终于回来了。 都起来吧。哎。起来吧。师父，紫兰有事禀告。自从师父走了以后，不晓得因何17夜不见了。这些年我们不停歇地寻，却毫无音讯。恐怕小师弟已是凶多吉少。我没有凶多吉少。 诸位师兄，我就是司音。司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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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司音。这师傅，这。师傅。17， 17， 17， 17。 师傅，当年是我给诸位师兄下了药。什么？连夜带着师傅的仙体赶下了昆仑虚。这些小时期本不该瞒着师傅，但刚才16师兄没有提及此事，想必也是为了保全我。 17，石师兄说过，司音为了躲我们隐姓埋名，这些年我们师兄弟们寻遍四海，找遍八荒，到处找你都找寻不到。师兄们都知道你在躲我们，却没曾想到，你竟然为了躲我们，穿上女装，扮成个女神仙。 紫兰师兄，你真的觉得我这张脸是男扮女装吗？你从不与我们共浴，既然既是这个道理，你竟然是个女儿家。不错不错，就是个女娇娥。
我还怕你不敢坦诚，方才见你一身女装过来了，我就晓得了。只是不敢替你说穿呐。啊！原来大师兄你早就晓得，居然还躲在一旁看戏。不敢看戏，不敢。如今17可是青丘的白浅上神，四海八荒之内都要尊称一声姑姑。论阶品呢，我还得先行礼问安。所以啊，石榴，我怎敢妄自给17下定论呢？他不开口，我怎敢先说？师父在此，我就永远都是昆仑虚的司音，诸位师兄的小17。17，啊！这么多年，我完全都没看出来你是女儿身啊！真是没想到。我可想死你们了。我本来以为师父要3个月才能醒过来，没想到这么短的10日就醒过来了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倒也不枉夜华这小子攒了他一身修为，才能让墨渊这么快醒过来。这夜华真是个实实在在的情种啊！不过小五，你这时运也太不济了，刚还清墨渊的，这又欠下夜华的。墨渊你还得清他7万年的心头血，这夜华4万年的修为，你可怎么还啊？我是觉得，我跟夜华终归是要做夫妻的，这夫妻间本就该相知相爱。谁欠谁的，不必分得那么清楚。四哥觉得呢？我先回房间了。17，睡了吗？已经睡了。睡了你还说话？我进来了啊。昆仑虚久未有这么多人，客房满了，我的房间也被几个师兄占了。今夜啊，就在你这儿凑合凑合，等明日再收拾新客房。唉，17，这7万年啊，为了师父，辛苦你了。昔日我的16师兄，但凡和我说话，一定会挑我的刺。我说东，他一定说西；我说好，他一定说不好。今日你说出这样的话，你还是我的16师兄吗？你是紫兰吗？你呀，活该这么多年嫁不出去。果然是紫兰，也活该你这么多年娶不到妻。对了，紫兰师兄，你猜我方才在想什么？在想什么？我方才在想，虽然活到了这个年纪，也经历了种种憾事，但是刚刚躺在昆仑虚这张小小的床上，我就觉得昔日的那些憾事也不算遗憾了。是啊，活了这么久，有些事说看开，也就看开了。你可还记得胭脂？那个异界的小公主。弱水一战之后，就再也没有见过她。我记得这个女孩子善恶分明，挺讨人喜欢的。是啊，特别讨人喜欢。紫兰师兄见过她？这些年在山下寻你的时候，曾有机缘见过几次。听师兄的语气，大概是动情了。来聊聊。时候不早了，早些睡吧。一说到正经的就睡了，不聊了。真想和夜华也像这样聊一聊，不过
他此时应该听不懂我说的这些话。这个时辰，他大约正满周岁了吧？他满周岁时是个什么模样，也不晓得和团子长得像不像。师傅劳累多时，17给您添了新茶。都已经10日了，怎么来访的客人还这么多？师傅回来这么大的事，不知道怎么就传开了。天上飞的，地上爬的，但凡有点灵根的，都知道远古掌乐司战的上神回来了。哎，传闻是这么说的：师傅头戴紫金冠，身披玄木甲，脚蹬皂角靴，手握轩辕剑，怀里还揣了个娇滴滴的小娘子。于8月16未时3刻，威风凛凛地落在了昆仑虚山头。师傅落在昆仑虚山头的时候，沿着昆仑虚长长的一条山脉，全都震了3震，鸟兽们皆仰天长鸣，就连水里的龙鱼都浮出来，惊喜落泪呀！哼，这传闻编的太不靠谱了。倒也不是很不靠谱。紫金冠、玄木甲、皂角靴并轩辕剑，正是墨渊出征的一贯装束。7万年来，一直供在昆仑虚正厅中，供你们做弟子的瞻仰。那娇滴滴的小娘子，指的大约是你吧？小娘子还勉强说得过去，这娇滴滴也太离谱了吧！哎，17，以你如今这年岁，不要说婆家了，怕是孩子也已有好几个了吧？什么时候让师兄们见见你的夫君啊？以你的容貌品性，也不知嫁了个怎么样的夫君啊！好说好说，下个月我大婚，请你们吃酒啊！师公，又有客人来朝拜。告辞。哎，他这几日也见了不少客，也该歇歇了。师傅就这么走了？等一下还有人来朝拜，怎么办啊？哎，都送到前厅去喝茶了，喝完了送走就行了。哎呀，这茶叶还够不够？够的。师傅看起来怪怪的。我之前经常和你四哥聊到你的婚事，深觉得你天生就是少根筋的人。这神仙是做得不错，于风月之事，你却是个外行。这话四哥也跟我说过，一字不差。你还真是少根筋。嗯，少根筋呐。这里倒还挺干净的。自然是干净的。这昆仑虚虽然空了几万年，可这炼丹炉从来没闲过。为何？哦，你未婚夫婿没有告诉你吗？夜华，从未提起过。那天晚上，太子殿下浑身是血，还丢了一条胳膊，着实是把我吓得不轻。我以为他受了伤来昆仑虚求助，没想到他竟是来炼丹的。你说，他是为了谁炼丹啊？为什么非要来昆仑虚？9重天上的炼丹炉，他干嘛不用啊？他之所以离开9重天，应该就是不让人知道他在炼丹。他
炼的丹药是为了我。啊，原来是为了你呀！太子殿下对你真的太好了。行了，你先忙吧，我去给你们准备晚膳了。好，这一切他都是在为我受。不管是神之草，还是一身修为，这都是我青丘白浅、阡陌渊的师徒情分。而他，师傅，炼丹房已经打扫干净了。多亏你那些师兄们，昆仑虚已经恢复成昔日的样子。每天跟大家在一起，又好像回到了以前的日子。其实，我刚刚还在想，之前就是在这里，师傅为我挡了3道天雷。为师教你的阵法和术法你都记不住，没想到却把这等小事都记下来了。师傅您对我的恩情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。日后，17也一定会为师傅尽孝道的。尽孝道。师傅，你现在口渴了没有？我去帮你煮一壶热茶来吧。不用了，你去忙吧。好，那我就不打扰师傅了，我先走了。怎么又将你给困住了？你的琴棋书画都是我教的，你想要赢我，难喽。四哥，你这叫做兵败如山倒。你这走来走去的，该不会又是有事要求我吧？8九不离10。四哥，你随我出来一趟。哎呦，这昆仑虚真是你的地方啊，和四哥说话都不一样了。等我回来再杀你一局。哎，又来这手。哼，小瞧人。走。四哥，算了算了，我还是帮你摆一局，等你回来吧，省得你输了又不高兴，10天半个月不见人影。四哥，帮我个忙吧。怎么，刚不还一本正经的样子吗？现在知道求我了？小事小事。哦，能跟天族太子有关的事，怎么样都算不上是小事吧？你怎么知道跟他有关？能让你露出如此小女儿娇态的，除了他，别人我还真没见过有这个本事。好了，你最厉害了，就是他。四哥，你能不能帮我瞒住7、8炷香的时间？我想去一趟凡间，瞧一瞧夜华。你这么费心的做这个，就为了这一点事儿啊？该不会是怕让你的那些师兄们知道，笑话你儿女情长吧？哎呀，四哥，你也有看走眼的时候。我做的这些，自然是跟我那些师兄毫无干系了。我不是担心师傅吗？我怕师傅他担心自己的胞弟在凡间历劫，想去瞧一瞧。你也知道，这凡间浊气多重啊！师傅去了，不是有碍仙体恢复吗？四哥，你这么想我，可真是高估我了。我脸皮这么薄。若是允你7、8炷香的时间，今夜我就无需睡了，顶多允你1炷香。夜华他也不过就是下个凡去立个结束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这你都要跟上去，跟得也太紧了吧？那咱们说定了。
顶多1炷香的时间，要不然莫管哥哥亲自下去提你。四哥，你看，昆仑虚下雪了。你跟哲言这是第一次一同前来吧？你们应该去后山看看，昆仑虚的雪景四海闻名。别说是下雪了，就是下火我也懒得去看。1炷香就是1炷香，等我赢了哲言，你就要回来。不对啊，怎么算的小太子也不过10岁出头，他下凡能做什么？算了，让那老凤凰先等一等，我下去看个热闹。昔栾武子无一族之田，其功不备这凡间倒与昆仑虚一般，也下了雪。顺其宪则，使悦于诸侯，诸侯亲之，戎狄怀之，以正晋国，行刑不救，以免于难。昔栾武子无一族之田，其功不备先其德行，顺其宪则，使悦于诸侯，诸侯亲之，戎狄怀之，以正晋国，行刑不救，以免于难。停！赵哥，你站起来，继续往下念。是。姬欢子交太奢侈，贪欲武艺，略则行志，假待居会，宜及于难而赖武之德，以没其身。都说太子夜华师从慈航真人和元始天尊，兼顾道法和仙法，是9重天上从未有过的神通。凡间这些对他来说也是太容易了。太没规矩了，竟然还在书院就敢欺负少爷！就是啊，忍了他们10几日了。走，教训教训他们去。走，不必。天君对自己的孙儿竟是如此狠心，连凡间礼节也要让他失了手臂。真是好人多受罪啊！你说少爷那么好，老天爷怎么能舍得让他少一个胳膊呢？出什么事了？出事？这是在做梦啊！唉。喂。我竟不是在做梦。你可认得我？不认得。你是谁？你是怎么进入我房中的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呢，我本是青丘的一位小仙，亏得天机，知道在10年后，我与你有命定的夫妻缘分，所以今日我就想来看看我未来的夫君。我是你日后的夫君？怎么看你这般神情，你是很嫌弃我的容貌吗？你很好看。
此话可当真？我虽见的女子不多，画像上的也不及你半分。哎，那你可相信我刚才说的，你我日后有注定的夫妻缘分？我这里有一串珠子，他日我若不在你身旁，便让他陪着你好吗？我这里有一个玉佩，送给你。这个送给我的？谢谢你，我一定会日日佩戴的。好，我也会日日带着它。那我们便说好了，你不可再娶旁的女子了。我一有空呢，就来看你。等你长大了，我便嫁给你。啊？我不过跟过来看个热闹，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你这心思缜密的可怕，竟然连个小小少年都不放过。我不过是担心他在凡间惹一些没有必要的桃花罢了。都说我们白家最善及的是二嫂，我总觉得你更胜过她呀。四哥，我与你说你也不懂，这天上地下，就你最不懂女人。哎，少爷，你醒了啊？青秋。少爷，你在找什么呢？我在找一个叫青秋的地方。青秋，好奇怪的名字。我日日陪少爷去听先生授课，也没听到过。少爷，还是别找了，一会儿去问问先生吧。对呀，我们可以去问问先生。夫子也没听说过吗？没有，我平生阅书万卷，从未见过青秋二字。我的小姑奶奶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怕你爹打你啊？我爹他不管我了。是不是二哥想通了？他不再阻拦你们了？没有，只是我爹知道，无论如何帝君都不会要我了。他来与不来，都已经没有关系了。傻丫头，本来以为你哭过就好了，没想到你还是忘不掉的。我怎么样都忘不掉。他对我恶言恶语也好，他欺负我也好，我就是忘不掉。可要姑姑忘了太子殿下，姑姑能做到吗？怪姑姑没有推己及人。姑姑还没有回答我呢，能忘掉吗？忘不掉。老凤凰，
说话呀？小殿下，我和墨渊上神已经站在这里许久了。那你们也要回避啊！女孩子在讲话，怎么就让你们给偷听了？真是没礼貌！你终于醒了呀，凤九，怎么对姑姑的师傅如此无礼？啊，凤九请上神恕罪。方才我看见上神站在这里，一时没有回过神来。毕竟在炎华洞见过上神睡着的样子有7万多年了，所以突然间见到活的，不对，突然间看到上神如此神采奕奕、震慑四海的样子，一时没有适应过来，还请上神原谅。无妨，正好你今天也来了，不如和我们一道喝酒吧。墨渊曾在我那边拿了几坛几万年的陈年佳酿，正好今日享用。那好啊，喝酒可以借酒消愁。愁更愁。那就等明日再愁好了。我还记得当年你问我要这些酒时，是给小五做生辰贺礼。不错。我也记得，只可惜，当时我一口都没喝上，就被爱慕师傅的瑶光上神捉去了，关在水牢里。那年生辰就是在水牢过的，真是难忘呢。哦，他和瑶光还有这档子事儿。深闺混沌的人，就不要再议论了吧。是徒儿说错话了，自罚一杯。老凤凰，给我讲讲帝君的过去吧。哦，东华，他可是比昔日的墨渊更不近女色。怎么又是不近女色呀？他还是不是个男人？小九啊，你可要搞清楚，你心里面的那个男人，可是曾经的天地共主，是一个了不起的男人。总之啊，我也蛮佩服你，千挑万选，竟然选了这样一个人。不许你说他不好。你们家的小丫头这酒量，还不如你的1/1000呢。酒量小才好，醉得快。不过哲言，你到底知不知道为什么这东华帝君不近女色？为了这四海八荒。不错，就是为了这四海八荒。小九，姑姑早。已经不早了，四哥他们都等你好久了。他们在等我。是啊，你也知道，天族和青丘都在筹办我跟夜华的婚事，你要接替我的位子，也该收一收心，早点回青丘了。姑姑，你让我回去接你的位子。青丘这一族，你这一辈就你这么一个小丫头，你不接谁接啊？姑姑也想让我放弃东华。姑姑没有这样说。姑姑要嫁给天族，是不能继任君位的，因为姑姑要嫁去天宫，就无法顾及青丘百姓。可是如果凤九也想要嫁给东华帝君，也是要嫁去天宫的，也无法顾及青丘百姓。姑姑，你明明知道这一点，为什么还要让我继任君位？姑姑的意思是想让我永远留在青丘，对吗？小九，你还是忘了他吧。可是姑姑，你昨晚明明说过，你也忘不掉太子夜华，因为姑姑你喜欢他，为什么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，要让我来做呢？小九，你
听我说，你跟东华注定无缘，你又何必强求呢？我以为昨晚至少我在姑姑这里得到了支持，就算白家所有人都想锁住我，只有姑姑可以给我松绑，让我再去试试，让帝君再喜欢上我。我不想做女婿，做女婿我就再也去不了九重天了。小九，小九，小九，还是不行。我只是跟他说，让他回青丘继任女帝，他就哭成这样。你们两个呀，一个开窍太早，一个又开窍太晚。算了，交给我吧，我先把他平安送回去。你也跟二哥说，别逼得他太紧。放心，你四哥心里有数。你是他的姑姑，你心疼他；我也是他的四叔，何尝又不心疼他呢？折颜担心墨渊的身子，还要在昆仑虚多留几日，我就先走了。好。又有客来朝拜。天茶。折颜，你不要闹了，我想睡一会儿，昨天都没有休息好。我来寻你是为了正事。你来昆仑虚能有什么正事啊？墨渊他已经定下闭关的日子，就在7日后。我要为他炼些丹药，让他闭关时带进山洞里，配着疗养。过些时日，你要帮我打打下手。师傅他要闭关，他回来都11日了，也该闭关了。毕竟靠夜华那些修为，只勉强让他苏醒。眼下他身子弱得很，还需要好好疗养才行。我看你这些日子，不是在药房，就是在炼丹炉度过的，恐怕连闲下来喝口茶润润嗓子的休闲时间都没有。今天若是没事，去看看你师父，怕他一闭关之后，你们又要许久见不到面了。师傅这次闭关要多久啊？10天半个月有可能，10年也有可能。那我现在要去看看师傅。啊，对了，师傅最喜欢桃花了，我要去后山折一些桃花，把师傅房中的桃花都换了。师傅弹琴了，感觉心情都可以变得清静一些了。是不是多听师傅弹琴，就可以早日飞升上仙了？师傅，徒儿明日就去帮折颜给您炼丹药了。徒儿好几日都没办法来请安了。今日特地将师傅屋中的桃花换了新的，这桃花一日不换便不好了。我已经嘱咐16师兄了，之后日日为您换新的。你今夜过来，为的只是这桩事。师傅，自打您回了昆仑虚以后，日日都在忙，都没有好好跟您说说话。而且我听折颜说，您之后又要闭关了，
可能是10天半个月，也可能是数年。所以，我就想来见见师父。我可打扰您弹琴了？没有。记得刚来昆仑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不懂事，知道师父琴弹得好，日日都吵着师父要听曲子，你还记得吧？记得。说起来，我都没有听过夜华给我弹琴。夜华对你可好？他待我的好，跟师父待我的好不一样。总之也是十足的真心。那便好。下雪了。师父是不是冷了？我把窗户关上吗？不必了。夜深了，17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都怪我，忘了师父还要好好调养。17先告退了。师兄也真是的，说守着昆仑虚，也不打扫这酒窖。这些男人们，一个个都懒死了。没想到好吃懒做的17，过了7万年倒是转了性了。师父，你来了，你看这里打扫的干净吗？干净。师父，你还记得吗？当时我为离境情伤，大闹了一场，师父被逼得早早出了关，就在这里赔我大罪。师父，当时可知道我是女儿身了？从你踏入昆仑虚大殿的那一刻，我便知道你是胡地白纸的妖女。那师父为何还收我为徒啊？昆仑虚不是有规矩，不收女弟子吗？你以为我是为了什么？肯定是为了折颜，对不对？师父这么随性的人，肯定怕被那老凤凰缠上。只是师父肯定没想到，收我这个女弟子，反而更麻烦。就连当年我飞升上仙的劫，都要师父替我挡。说起飞升上仙，当年我就只顾着哭了，还没好好谢过师父。折颜跟我说，你为了我剜心驱喜足足7万年，可是真的？师父待17恩重如山，就算让17用命去换，17都不会说什么。区区心头血，能保师父仙体至今，17以为十分值得。倘若当年为师没有以元神升级东皇钟，今日你是否还会留在昆仑虚？
那是自然。17本就想长长久久地留在昆仑虚呢。长久留在昆仑虚，不怕师父笑话，当时和黎静那一场闹剧，弄得我有些神伤。当时就想，以后就长长久久地留在昆仑虚吧，可以陪师父逍遥自在，学学道法，多好啊！你一个女儿身，迟早是要嫁人的。就算你想要留，恐怕你爹娘也不会肯的。当时还没有夜华，也没有想着长长久久的跟谁在一起。是，当时还没有夜华。17，你可知道为师这7万年来，日夜修补自己的元神，从未停歇过一刻，为的是什么？17知道，哲言说过，师父从来不会让找紧的人失望的。师父当年在弱水河畔跟弟子们说过，说师父一定会回来，我们就知道师父一定会回来的。师父这些辛苦，都是为了我们。从未让找紧的人失望过，不错，我的确是为了自己找紧的人。17知道，师父是看重我们每一个人。记得当时在大紫明宫，师父救我的时候，也是这样的，真好。师父终于回来了。是，师父回来了。17，大殿有位贵客寻你，你快来。贵客啊，师父也来吧。师父，一起去吧。这小手长得挺好看的。贵客呢？师父，师父，娘亲，你怎么来了？来，拜过娘亲的师父，墨渊上神。阿离叩见墨渊上神。起来吧。谢上神。阿离此番本是代替父君，与东华帝君一道来拜见上神的。只是东华帝君出了一些小状况，剑法暂失，只能让阿离独自来了。你的父君是九重天太子夜华。就是徒儿那个未婚的夫婿。阿离，你的父君呢，是我师父的胞弟，父神的儿子。因为一场大战，元神便沉睡了，化作金莲，一直在这莲池中。后来因为机缘巧合，才成了太子夜华。父君是娘亲师父的弟弟。那我该如何称呼墨渊上神？是大伯还是太师傅？娘亲，这辈分好像差了很多。不如等你爹回来问你爹。哦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还没成亲，孩子都这么大了。17呀，你可真是让师兄我刮目相看呀！不错不错，17真是捷足先登，绝对是我们这里最早有子嗣的。是啊，是啊，你看看大师兄，到现在还孤家寡人一个，哎，怎么好意思？师傅不也没结婚，干嘛提我呀？
别把我们家团子吓到。去玩吧。是啊。来，哎呦，小脸。算来夜华如今已该18岁了，不晓得夜华在凡世里这般年纪会是什么模样。这位小哥，柳家公子可在？你找我们家大少爷？对，我找赵哥，他在吗？不在，他早就搬走了。这里不是刘府吗？他能搬去哪儿？自然是出去独自立府了。他才18岁，就独自立府了。我们家大少爷可是100年难得一见的神童，12岁就入了太学。5年前，皇帝爷爷开恩科，少爷随便一考就中了个头名状元。从翰林院编修平步青云，如今已经做成了户部的尚书大人，真是天纵奇才啊！姑娘，你若是寻他，就要去尚书府了。夜华，你还真不愧是天族太子，就连在凡间也是寻常人比不上的。大人，为了今夜这枝桃花，我敬你一杯。好。大人近日咳嗽得越发厉害了，郎中都说了，大人您不要过度忧思了，不然会伤了身体的。我不是忧思，我是相思。6日不见，他当我的定情物白送了，果然给我惹了乱七八糟的情债。夜华，夜华，你丈夫不是不让你出竹林吗？夜华。多日未见上神，素锦在此给上神请安了。你怎么会知道我在此处？上神可是糊涂了，这隐身的术法本就是个障眼法，障得了凡人的眼，却障不了神仙的眼呀。方才我在云端看见此处金光闪闪，下了云头来寻，果真猜得不错。你又怎么会在此处？君上一人在凡间历劫，素锦担心君上寂寞，就特意做了个他心心念念的人偶陪在身边。今日下来，就是专门来看看这个人偶，他将君上照顾得好不好？我刚才没注意，竟没看出这女子是披了人皮的人偶。你有心了。上神可知，素锦是照着谁的模样做的这个人偶？上神可听说过素素这个名字？你说的是阿离那个跳了诛仙台的亲娘？不过上神无需介怀，如今君上他只是个凡人，他是看不出他对面坐的是个人偶，能让他得一个成全，把心心念念的梦想给圆满了，
待君上回归正身，依照君上的脾性，就算这个人偶长着素素的脸，他也是不会把一个人偶放在眼中的。你这分明是告诉我，夜华他现在已将这人偶放在眼中。你就不怕夜华他回归正身的时候，想起你诓他这一段，怪罪于你吗？啊，素锦不过是做了个人偶，放在君上府前的街市上，是君上一眼便相中了他，将他带回府中。若日后君上怪罪素锦，那素锦也无话可说了。可见，若真是将一个人刻进骨子里的喜欢，那即便是喝了幽冥司明主的忘川水，也还是能留得印象，转回头再爱上这个人的。这件事情，你倒是很有体会。素锦对君上一往情深，这九重天上的人都很清楚，自然是深有体会。对了，上神可知道，君上这300年来，一直在用劫破灯，劫素素的气息。这件事情本上神自然清楚。素锦，在这些小辈中，你最识大体了。我看你这人偶做的倒是细致，你也真是用了心了。有他照顾夜华，我也省了不少麻烦。他日夜华回归正身，想要怪罪于你的时候，我也会替你说几句好话。素锦谢过上神，那素锦先告退了。夜华，那日夜里我问你可否记得我，你全然没了印象。可即便是喝下忘川水，你却忘不掉阿离的凡人娘亲吗？你不是在昆仑虚吗？怎么忽然来桃林了？四哥，你可晓得阿离的凡人娘亲？我倒是听折颜提起过，他仅在天宫与这个凡人有过一面之缘，后来听说早早就去了，留下小天孙一个人。怎么，你没问过夜华？我自打知道夜华爱过一个凡人，我就一直不想提起这件事，所以没有问过他。这人都没了，你还计较什么呀？我也觉得同一个死人置气很没意思。那你还哭丧着脸干嘛？四哥，夜华最初同我说他喜欢我，他说我便听着，可从来没有想过，这四海八荒一众女神仙里，他为何偏偏瞧上我？瞧上就是瞧上了，情爱这个东西哪那么容易猜想啊？这东华帝君明知道他和凤九没有缘分，为何还要和凤九在凡间牵扯呢？四哥说的是，但是后来我也喜欢夜华了，我们两情相悦，我也没想着再问他这个问题。现在仔细想想，我在东海第一次见到他，他就把我认作了团子的亲娘。四哥，您说如果夜华喜欢我，只是因为我长得像团子的娘亲，那我跟一个替身有什么区别呢？
夜华爱那个凡人爱了300年，这300年来，他一直都情深似海，从来没有变过。怎的一见到我，就移情别恋了？我与夜华也仅有过数面之缘。若论了解，你理应了解得更深一些。他对你是不是情真意切的，还是别的什么？你自己难道就没有感觉吗？要不是今夜，我看到夜华与团子娘亲的人偶如此亲近，我是还可以骗自己，他对我是真心实意的。我爱夜华是因为我爱他这个人，但如果夜华爱我，只是因为我长得像团子的娘亲，他对那凡人的相思不得，转而求其次才找的我。他这种抬爱，我实在受不起。你还是活得太短了，有些事情深究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你仔细想一想，夜华平时待你如何？你再仔细想想，与一个死掉的人计较，又有什么意思呢？是，我不该活得这么糊涂。小五，哎，丫头，你干什么？怎么一阵风一阵雨的？前一阵子不是顺风顺雨，又要嫁人，师傅又回来了，整天笑得合不拢嘴吗？这天祖果然是和我们青丘相克。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唉，不知道，这小儿女之间纠缠的心思，搞不懂。不懂就对了，让他们自己去瞎折腾吧。先把药喝了，熬了3、4个时辰。又吃药？你该不会是为了报复我在昆仑虚下棋赢了你，故意往药里放了什么特别苦的东西吧？真真呐，真真，从懂事开始就总是喝药都是这样，老说我在里边放了特苦的东西。那特地跟昆仑虚弟子讨的上好的桃花蜜。你把我当1岁娃娃哄啊？吃药配花蜜？好吃。姑姑从十里桃林回来了，这都睡了2日了。是啊，姑姑，姑姑，抬点酒进来。姑姑，你就来了。哎呀，你知道吗？几日前，我问夜华认不认识我，他说他不认得。然后呢，过几日，他就将另外一个女人带回家了。姑姑，太子殿下喝了忘川水，记不得姑姑也是应当的。记不得？那你可知道，他带回去那个女人，长得与团子的亲娘一般无二。素素，你也知道素素？我当初
在天宫的时候，你别说了，我不想听。姑姑，太子殿下在天宫用解剖灯照素素的骨血时，我以为姑姑心大，不会计较。不计较，那是因为我傻。我觉得前尘往事嘛，不必太在意。直到今日，我看到他不认得我，却认得那个女的，我就知道他放不下的是旁人，不是我。我知道他爱那个女人比爱我深，又或者是因为我蒙上眼睛，长得像极了他那位先夫人，所以他才会爱上我。姑姑，不如等太子殿下回来，当面问一下可好？如若他一直把你当做替身，那我们就退了婚。凤九从未见姑姑如此伤心过。四叔一直说，墨渊上神魂飞魄散时，姑姑都没了半条命。可是今日姑姑看起来更可怕，凤九心疼。不必再说了，我想自己待会儿。姑姑，真的不让凤九陪着吗？说说话也好啊。不要说了，什么都不要说。我只是想不明白，所以折腾自己罢了。那姑姑，为了青丘，你要保重身子。为了青丘，对，如果我退了婚，就只能回青丘了，做我的青丘女帝。你走吧。是。怎么那么刺眼啊？我就不信灭不掉你。既已对东荒大泽立了誓，是生生世世要成为夫妻的。夜华，夜华，这九重天上就不是你这个女人该待的地方，你就从这诛仙台上跳下去，回你该回的地方。夜华，你相信我，我没有推他，我没有推他。是我的错，我没有能力保护你，我一定会和你成亲。从今以后，我会是你的少爷。夜华，不是我做的，为什么要我去还？你放过我吧，我也放过你，我们从此就两不相欠了。
解释素素，素素就是我。姑姑，你还要搬酒？姑姑，你怎么了？你走吧。哦。大人也真是中邪了，一定要找到什么青丘仙境。来说媒的都给推了，老夫人也气得病死了。你说这造的是什么孽？我听个行走江湖的道士说，青丘啊，是出狐狸精的地方。咱们大人不会被狐狸精迷了心智吧？不得在背后议论大人。姑娘，这些年数不清多少次，老夫人想把你强行送入大人的房间，可都被姑娘婉拒了。姑娘，你也真是不容易啊。大人是个痴情的人，他心里只有那个青丘的仙人，没有我。姑姑，洗把脸吧。凤九，当初在九重天上，你是不是也经常化身成一只小狐狸，去一览芳华？没错。素素刚怀上孩子的时候，没有人陪她。只有你去陪他。素素刚被天君抓上天宫的时候，你还去吓唬过他，因为你觉得他抢了你姑姑的未婚夫婿。姑姑是怎么知道的？这件事情除了我和帝君还有司命外，绝对没有第四个人知道。因为我就是团子的凡人娘亲，我就是素素。姑姑，你该不是喝多了在胡说吧？我知道你在怨恨太子殿下，忘不掉素素。但是姑姑你是青丘女婿，而素素是个凡人，怎么能跟姑姑你相比呢？素素是素素，姑姑是姑姑啊。这不过是我飞身上神立的一个结罢。
我跟夜华，这是我的情节。姑姑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姑姑，姑姑，姑姑，你紧着身子些，这酒都喝了7、8日了，教中已无酒可搬了。若是再要讨酒喝，咪姑可真不敢给了呀。我的身子不打紧。姑姑方才说的都是醉话还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眼下我又想起一件大事来。姑姑，你这半醉半醒的，能想起什么事儿啊？我在下凡经历情劫的时候，那素锦趁火打劫了一双眼睛。现在我的劫也立完了，我那眼睛放在他的眼眶子里，好像也不是很合适。他养着我的眼睛，应该也不是很自在。我是不是该去讨回来？姑姑，这是醉话。那素锦娘娘什么时候欠了你一双眼睛啊？你不清楚，我不与你说。小九，你说，我那眼睛该不该讨回来？如若姑姑真的是素素，那当年在天宫受尽了委屈，这眼睛确实应该讨回来。我去就回，你们两个不要跟过来。姑姑若真的是素素的话，那就太惨了。什么太惨了？你不知道，当年素素在天宫里可是受尽了委屈和冷落，还有冤枉。总之就是一个惨字。若真这么惨，讨回眼睛是应该的呀。没错。啊，不行，这样实在太危险了。我不能让姑姑再次吃亏，她要去九重天打架，怎么能少了我？姑姑，姑姑！青丘女君，岂是你们能拦的？小将参见姑姑。免礼。啊，你们不认识我吗？都怪我平日在太成宫待着，都不知道出来让你们认认脸。快让开，我要进去。九重天岂是一般人能擅闯的？姑娘说太成宫3个字，想用东华帝君吓唬我们不成？快让开啊！我是青丘小帝姬白凤九。假如姑娘刚才就自爆，我们倒是还能信。可现在刚进去一个青丘女君，就跑来一个青丘帝姬，这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？真的是气死我了！我跟你们讲，如果未来天后有什么3长2短的话，太子殿下一定会治你们的罪的。上神，哎，上神，我家娘娘。上神驾到，素锦不胜惶恐。素锦揣摩上神的圣意，大约是来问君上的近况。若说起君上来，凡事的那个素素同君上处得很好，也将他照看得很好。如此这般，自然最好。夜华这厢有你照拂，我便也放心了。所以今日，我便来照拂照拂你。
素锦，本上神这双眼睛，你用了300年，用的可好？你方才说什么？怎么？这双眼睛你用着用着，就忘了它的来历了吗？300年前，本上神经历情劫，丢了双眼睛在这。今日想起来，便特意过来取。你是素素？你说是你自己亲自动手，还是本上神替你动手？不可能！你怎么回事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到底是你自己弯，还是本上神替你弯？那个女人，她明明只是个凡人，不会是你的。她明明只是个凡人，不会是你的，不会。凡人怎样，神仙又怎样？只因我300年前化身为一个凡人，脓包了些，就准许你这个小神仙来夺我的眼睛，诓我跳诛仙台吗？看来你是不忍心自己亲自动手了。本上神近来人逢喜事，酒喝得多了些，手可能有点抖，弯的时候会有点痛，你多担待。不要挖我的眼睛！不要挖我的眼！很好，300年前你就喜欢装柔弱，我时时见你，你都在装柔弱，你就不能让本上神开开眼，看看你不柔弱是什么样子？那日夜华剜我眼睛时，对我说：“欠人的，终归是要还的。”之前你的眼睛是怎么没的？我们2个心知肚明。我的眼睛是怎么跑到你眼眶里的？我们2个也是心知肚明。我就是想要问问你，我怎么就不能拿回我的东西了？我的眼睛放在你那儿放了300年，怎么就变成你的东西了？300年前的事，天君悄悄就给办了。今天的事我便也悄悄办了。你欠我的事情一共是2件，一件是眼睛，还有一件是诛仙台。眼睛的债今日我就当你是还了。至于诛仙台，不如你正儿八经的从诛仙台上跳下去，又或者你去跟天君说，用你微弱的仙力去镇守囚禁擎苍的东皇钟，永生永世不得再上天宫。
我绝不。不错嘛，终于勉强硬气了一回。那你的意思是希望本上神亲自去跟天君说？但你也知道我这个人，此一时彼一时，到时候我跟天君说的，可就不一定是眼下这一套了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去找药王吧。白浅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奴婢见过上神。夜华，你可晓得，300年前的痛就像痛在昨日。什么大义，什么道理，什么为了维护我这一介凡人而不得不为，我全不想管。我只记得宿在一览风华中的一个个孤寂的夜，一点点被磨紧的卑微的希望。夜华，你让我如何与你成亲？听说你将你四哥藏在酒窖里的酒都喝完了，你这次来该不会是问我讨酒喝吧？啊，这双眼睛于300年还能被你找回来，真是奇事啊！你喝了我给你的药，竟然还能记起那很伤情的前尘过往，更是奇事。这眼睛从仙体上摘下来，不得超过7749日，否则就用不了了，对吧？我当初以为这双眼睛丢了便是丢了，没想到竟然安在别人的脸上，而如今还被你找了回来。替我把眼睛安回去吧。这安是可以的，不过你且等我把上面的浊气先清除完之后，清完了才能帮你安上去。不急。小五，你还没告诉我究竟是何人拿了你这双眼镜？一段情节，不提也罢。苏苏，大人。
从未提起过。因为初见你的时候，你穿着一身素衣。素素，我这一生都在等个人。奴婢知道，大人一直在等青丘的一位仙子。是啊，我11岁时，他来找我，说待我成年，便要嫁与我。可惜他没来。都说神仙活得久，像是我这短短的一生，不过是他10几日的光景。看来我是等不到了。大人，因终身未娶，从未辜负过那位仙子。他不会怪我失言吧？在我死后，将我的尸首烧成灰，和这珠船葬在一起。昆仑虚，我为何会在这里？夜华，沐月上人，夜华，或许你该改口叫我一声大哥。大哥，你是父神的儿子，我的同胞弟弟。当年因为一些意外，导致你的元神陷入了沉睡之中，于是父神便将你的元神放入了一株金莲。父神身归混沌之日，将你托付于我，我便将你带回昆仑虚，放在这个莲池之中，等你醒来。当年白浅在此学艺时，最喜欢照看的便是你这株金莲。或许这就是冥冥之中的天意，也是你们该好好珍惜的一段缘分。我本是在闭关，后来还是想见一见你，毕竟我已经等了你10几万年了。